了解一下今天第一对嘉宾的基本情况，各位请看。我现在对他特别失望，毕业前跟我说的那么好听，要对我好，跟我结婚，给我未来。可是现在呢，一点安全感都没有。他想要什么，我给他买什么。他生病了，我也照顾他。他还要我怎样啊？我想要他多陪陪我，可是他呢？平时在一起的时间本来就少，一有时间他又去找他的朋友，也不陪我。本来平时上班那么累，还要让我陪他去逛街，他就不能体谅我一下吗？我一个人在这边工作，我把所有的希望都压在了他的身上，可是现在在他身上我看不到一点希望。连你我都没希望了，我们的爱情啊！来，掌声请出这一对，掌声有请。男嘉宾刘先生24岁，来自天津公司职员；女嘉宾小莹24岁，内蒙古公司职员。来，有请两位，有请。欢迎两位哈。大学同学是吧？是。男生追了女生1年多才追上的，所以很珍惜她是吧？对啊。现在毕业了对吧？你留在哪儿了？留在这边。在天津啊？当初嘛，我妈想让我回家工作啊，然后她说就是，我会对你好的，我会给你未来，我会跟你结婚的，会让你幸福的啊。可是现在吧，她一点都没兑现，跟当初说的一点都不一样。然后因为这件事情吧，我妈对她有意见了然后我还跟家里面闹得挺不愉快的。为什么对她有意见呢？就是前些日子吧。我就是在工作的时候吧，不小心把脚给弄伤了，然后之后吧，公司给了2个星期的公假，然后我就寻思，我在这边吧也没有朋友，也没有亲人，当时是有挺严重的，下不了床了，然后我就寻思回老家让我妈照顾我，然后他就跟我妈不和，我就寻思通过让他回家照顾我，我妈看见他对我还是挺细心的，然后也许就会接受他，可他死活就是不跟我回去。我觉得跟我回家缓和一下关系，不是挺好的吗？是请不到假还是怎么嘞？我跟他妈关系不是很好，他妈看我也不顺眼。你为什么跟他妈关系不好啊？因为我们俩有的时候吵架，他向他妈打小报告。不是，我在这边也没有朋友，没有亲人，我受委屈了，我总找人诉说吧。那我跟自己的亲生母亲诉苦怎么了？再说了，我是他的心肝宝贝，那他听我受委屈了，他说你2句，怎么了吗？见过他妈妈吗？没见过。没见过，关系就能这么不好啊？他当初跟我妈打电话的时候，在跟我妈电话里面吼来着，我感觉他身为一个晚辈，我妈那么大岁数了，怎么能吼我妈呢？不是为什么事儿，他跟你妈打电话吼了你妈？姑娘，咱慢慢说，好不好？就是因为吧，你说我一个人在这边，我当初留下来就是有挺大压力的，跟家里边闹得挺不愉快的。然后吧，他也不陪我，我在这边也没有朋友，我就是玩游戏，然后就在网上认识了一个网友，也不知道人家是哪儿的，就是也没什么关系，就平时就说睡了吗？有没有时间打2把游戏？然后他就是小心眼儿，就是无理取闹，然后就说我跟人暧昧，那怎么就暧昧了？男网友是吧？对。然后怎么就跟你妈打电话呢？咱们先把妈妈的事说完，再说网友的事儿，好不好？然后呢？然后之后吧，他就跟我吵架嘛，我就觉得挺委屈的。完后之后我就跟我妈说来着，我说他平时跟朋友出去喝酒、吃饭什么的，他也不陪我。然后我就玩游戏，他就说我当时就跟我妈说了，我妈就生气了，就给打电话了，就质疑他。人母亲喊什么呢？我没跟他母亲喊只是那个时候我说话有点横吧。你怎么说的？怎么横的呀，孩子？当时他妈说，如果你再对我女儿不好的话，就让她回家，不让她留这儿了。然后我说，我们是彼此相爱，你是看不起我吗？你当初是这么说的吗？你当时是这个语气吗？你当时在跟我妈吼，我感觉你真的不知惊师长。还有别的话吗？没有，就说了这样，你是不是看不起我？对。怎么会有这反应呢，孩子？我当时也是一时心急，其实不是故意的。接着咱们说说这男网友的事儿哈，你知道吗？我男网友，我知道，他跟我说了。你怎么看这件事儿呢？我挺生气的。你气啥呀？他跟人打游戏，还聊天聊得挺暧昧的。那你呢？你去哪儿了呀？那我跟人聊天怎么了？那你不陪我，我没有人说话，我在这边我朋友都没有，那我玩游戏认识个好友怎么了？那我
我今天这个局面不都是你造成的吗？我的天哪，你没回答我的问题呢。他为什么跟那个打游戏打得那么热闹，还聊天呢？可能是我当时上班比较忙吧，没照顾好他。没照顾好他啊，对。那你在天津是有工作的对吧？对。那你上班你不是得有同事吗？得有自己的社交圈，有吗？多少有点，但是不是特别好。你现在的主要时光是打游戏是吗？不是，我在工作。就工作之外的业余时间。对，就是上次吧，我想让他多陪陪我。那天正好我俩都休息，说好的一起出去陪我逛街的。然后可是当天他又说他要加班，然后我又不是那种不明事理的人，那你要加班的话，那我就自己去逛街好了。我就逛街的时候就碰见他同事，他同事说今天根本就不加班。后来我才知道他是跟他朋友出去喝酒吃饭去了，然后故意不陪我呢。为啥骗人家呀？我当时那天我朋友过生日，我跟他们喝酒打游戏了。那你干嘛不带他一起去啊？他不也上班吗？我看他挺累的，就没让他去。那你直接跟他说，你说我朋友过生日，这也没什么呀，干嘛骗人家？我怕我告诉他会生气，不陪他逛街，跟我朋友去喝酒打游戏。你的朋友我一个都不认识，你是不想介绍我给他们认识吗？你不希望我们有未来吗？为啥不介绍啊？谈了2年恋爱，朋友不早就应该交集在一起了吗？我只是知道叫什么，但是从未见过，也就没有当面的认真的介绍给我认识。你们谈了2年恋爱，等于双方的朋友圈还没交集在一起呢？没有。那你们大学那些同学呢？大学的同学都是五湖四海的，都各奔东西了，就没有几个联系的。然后我的高中同学也都在内蒙那边，就是我在这边就没有什么朋友。所以你给我描述的基本上面是你孤苦伶仃的一个人，为了这个男人和一份感情留在了天津，是这意思吧？我当初留在这儿的时候，我几乎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他的身上了。结果现在真的特别失望。那你今天你想来干嘛呢？我觉得我在一起这么久了，如果现在跟他分手的话，真的挺舍不得的。然后我希望他可以为了我改一下子，然后我想跟他结婚。就是可能是有点早，但是我就是想要他个答案。他当初把我留在这边的时候说了是要结婚的，可到现在他只字不提，我就想要一个答案。那个结婚我是肯定会跟你结婚的啊。我觉得我们现在还太小我们还年轻，趁这个时候应该奋斗几年。就是你现在还没有结婚的打算，是不是这意思？对对对。姑娘见过她的家人了吗？没有。他也没见过你的家人？没有，他跟我父母就是有了冲突嘛，我就想让他回家跟我缓解，可他就是不敢见我的父母。不，你看啊，他也不陪你，对吧？他还撒谎，他对你父母态度又不好，那你干嘛要嫁给这么个男人呢？别嫁了呀！可是在一起这么久了，我总是舍不得呀。怎么回事啊？我们之前在学校的时候，我们挺好的，跟他在一起的时间挺长的。除了在寝室，剩下的时间都跟他在一起。对，那个时候为什么有时间跟他在一起？现在不行了呢？现在工作挺累的。对，就工作你可以工作嘛，工作完了之后呢，回来朋友让我跟他打游戏，我想放松放松吧。你这么说吧，现在游戏比他有吸引力，对不对？反正也不是，我觉得我现在有一颗爱玩的心还没收回来。那你直接说不就完了吗？你说我现在没收心呢。姑娘还回得去老家吗？回得去。回家呗。可是我还是不舍得。不舍得什么呀？不舍得曾经的就是那个感情，他曾经还是对我挺好的。所以你现在还要哭着闹着让他娶你，是这意思吧？就是想让他对我好一点，希望他能改一改，回到从前。还喜欢这姑娘吗？喜欢。喜欢你不搭理他？我觉得我们现在还小，结婚我怕照顾不好他。行，人家先不说结婚，你现在能不能多照顾照顾人家？能，我知道我之前做的不太好，我以后一定好好照顾他，抽出时间来陪他。哎呀，真是太忙了，还要抽出时间来陪他。女生还是希望能够往前再进一步，是吧？对。好，老师们会如何帮助他们呢？一起进入新阳美容 APP 丘比特问卷。哎，你说一个24岁的男孩跟我说我还小，好像也挺尴尬哈，我感觉也不怎么小了。
都挺懂事儿的年纪了，女孩就一直哭，哭，跟个怨妇似的，在一个如花一样的年纪。你刚才跟网友的那段故事让我想起了电视剧《离婚律师》里面有一段，女孩网恋啊，但是你这还不到恋的程度哈，为什么？就是因为孤独、寂寞、冷啊，在一个陌生的城市，没有人给我安慰，没有人给我温暖。尽管我没有见过网线那端的那个人，可是他会问候我，吃了吗？就这3个字就够了。相处2年了，他为什么不肯带你去见他的朋友？你想过吗？为什么不肯带你去见他的家人？你想过吗？为什么不肯跟你回去见你的家人？你今天来到现场跟我说，哎，我想嫁给他，你们离那个嫁娶还有很长很长的路，你都没有走进他的生活圈子呀，到现在还，你只是一厢情愿的觉得说，我为了这个男生放弃了老家的工作，放弃了我的生活，他认吗？这是你自己的决定，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想跟男生说，我们问一问所有的过来人好了，谁敢跟自己的丈母娘大吼大叫？你连他的老人都不尊重，你怎么样来尊重你们2个之间的情感？怎么样许给他一份未来呢？太漫长了这条路。有的时候我们会说，分手结束一段感情很难过，难是难，过了也就过了。祝福你们，谢谢。我很好奇啊，我问你一句啊，当时你跟你妈说你要留下来的时候，你有想到过今天吗？没有。你有想到过这个男人会变吗？没有。你有想到过今天会那么不开心吗？没有。啊，对，问题就在这儿，没有思考。不止你没有思考，他也没有思考。就你们2个人做的所有的决定，所以我们要在一起，我们要留下来，无非就是当下我想要推动的，而不是思考推动的。也就是你根本没有想过将来。你觉得他想过你们的将来吗？你觉得他考虑过你们未来的家庭是什么样子的吗？都没有吧。既然如此，我很好奇一件事情，你凭什么说我把未来交给了他？你凭什么说我把希望都寄托在他身上？大家都没有想过这个将来，然后你说我把将来交给了他。事实其实很简单，你的未来不因为任何一个人的存在或者不在而消失，你的未来是取决于你的抉择，你的选择。刚才赵川老师问你的时候，你就说不舍得，你不舍得是这段感情吗？你不舍得是你之前付出的时间吗？以前付出那些东西，一想到我跟你分手了，以前那些所有的事情我都损失掉了，特别讨厌这个。但是你再想想你的未来，你24岁60年70年的未来和跟他在一起那几年，哪个损失的更多？我倒是认为你应该有一点骨气，有一点承担能力，因为到最后你的将来不是抓在他手里，也不是抓在你妈手里，更不是抓在我们手里，是你自己的选择。谢谢。小伙子知道老师们为什么那么苦口婆心的说这个姑娘吗？因为她多少有可怜之处啊，大家愿意帮她，她是可怜，你是可恨，你觉得这个女人软弱好欺负，所以她妈你也顺带不尊重。你换成别的女孩子妈妈，你试试。所以这种性格，这样的状态，我真的为你担心。欺软怕硬是最不好的地方。所以好好的要跟女朋友，因为和老人的态度的问题要道歉。还有一点，一个男人有些责任扛不动，可以提前说我不扛，没问题，但不能开空头支票。如果认为说我现在还小，我要玩，没问题啊，你甚至你40岁想玩也没问题，你不要拖着一个不爱玩的人跟你玩啊。所以在这一点上你非常的不负责任，你自己去反思吧。
姑娘，我想跟你说的是，你无论是把希望寄托在天津能够让他照顾你，还是希望寄托在我回内蒙，我的父母能庇护我，我认为都不是最好的方法。我们能够依靠的，真的只有自己的内心。你如果一天内心不强大，一天不能够独立，你以后还会遇到这样的情况。甚至说我们依靠我们的父母，父母年纪大了，你应该成为他们的依靠，或者说有一天你应该成为他们的依靠，明白吗？所以只有你自己长大了才是真正的方法。所以千万别哭了啊，栽个跟头没关系，希望你以后越来越好。好，谢谢。我告诉你一个秘密，你肯定不信。这个男人他看不上你，你信吗？一个人什么情况下会看不上另外一个人？就是这个人自己都觉得自己是没有价值的。你告诉我，你活到今时今日，你最在乎的是什么？你说你在乎你母亲吗？如果你在乎你母亲，就不会在你的这个所谓的男朋友吼了自己的母亲之后，还一心想要嫁给他。你在乎他吗？你要是在乎他，就不会在网络上跟别的男人暧昧玩游戏，所以你连他也不在乎。你在乎自己吗？你也不在乎。你孤注一掷的想要把自己交给他，你在乎自己吗？你自己的生命当中都没有自己想要在乎的东西，甚至连自己也不在乎，妈也不在乎，男朋友也不在乎，这段感情也不在乎，将来的事业也不在乎。请问他为什么要在乎你这样一个什么都不在乎的人呢？你不要动不动就说我是为了你而留下来的，好像自己放弃了很珍贵的东西一样。事实上，你留在内蒙古和留在天津是一样的，在这儿靠他，在那儿靠妈。所以你为他留下来这句话说出来，他并没有感觉到我要为之动容。哎呀，这个女孩为我放弃了一切。其实你也没放弃什么，你留在哪儿都一样的。所以你至少要想清楚，让自己活得有价值一点。每个女人都要在内心对自己说，我最珍贵。这样的人才活得有盼头。你自己都没有珍贵的东西，别人是瞧不起你的。因为你自己都不在乎自己，好不好？你刚才说什么？你说我还小啊，我还要玩，是吧？他当初为你留下来的时候，你为什么不这么说？比如说，当时这女生说：“啊，我不回内蒙古了，我在这儿。”如果当时你跟她说：“我们还小，我不一定会娶你哦，我还要玩，我还没玩够。”你为什么不说实话？他怕我说他就离开我。是啊，所以你就隐瞒了，你就骗吗？所以很简单，女生不管是留在天津还是在祖国的各个角落，你都要有自己对于将来的安排，你要有自己的价值。你唯有能够体现出自己的价值，男人才会认可你，才会把你当回事儿。否则的话，你付出的太多，别人也不会把你当回事儿的，明不明白？还有你想玩就玩，年轻玩没有问题。请你说真话，待会儿60秒的时候，你就可以跟他说：“我还小，我并没有打算现在就结婚。”再也不要说我们真心相爱，你再相信我一次，肯定抽时间出来陪你。我告诉你，别信啊，不能信的，信自己。就这样。24岁受过良好的教育，应该知道怎么面对人生了，都不知道。反正还有妈妈扛着呢，而且我现在这段话跟家长说，不跟你们说了啊。就是我印象当中，大概在我那个年代的时候，孩子跟别人打架了有冲突的时候，我印象当中似乎都是责怪自己的孩子。哎，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现在家长特别喜欢责怪别人的孩子，从来没有检讨过自己的孩子到底有什么问题。这跟你们没关系，家长的事儿，你们就想好怎么办就行。其实命题不是特简单吗？突然发现曾经爱自己的男人不再爱自己了，怎么办呢？以前想娶，现在不想娶了吗？怎么办嘛？你们把这问题解决不就完了吗？哎，来吧，一起进入那几天喝古方红糖真情60秒。亲爱的，对不起，
我之前没有好好关心你，都是我的错，我还打游戏、爽约，我向你道歉，希望你能再给我一次机会，能原谅我，真的很喜欢你。牵动我所有，我会在你身边，你左右，绝不会放手。请亮灯吧。行了，谢谢两位吧，请回，谢谢你们。一直到尽头。来，请关门。来吧，看完他们的选择，请开门。就在一起，谁让我们相遇？永恒的日子，我们一起相依。我会宠着你，我会纵容你。有请我们的小话筒，有请。来吧，见证他们的浪漫时刻吧。亲爱的，对不起，我以后一定抽出时间好好陪你。我不玩游戏了，要把你放在第一位。对不起，求你原谅我。爱你，等着你，被你疼惜有种暖意。收好礼物啊！谢谢老师。谢谢两位，请回吧啊！两颗心一辈子不分离，不想确定日期，拉长幸福距离。如果他们觉得未来还想认真去爱，希望你们今天好好的把4位老师的话在心里过一遍，然后认真的面对你们的生活。了解下一对嘉宾的基本情况，各位请看。我俩结婚快6年，我跟着他基本没享过什么福，他现在对我的态度还越来越冷淡。我知道嫁给我委屈他了，但现在也属于我们的奋斗期，他总是埋怨我。我们结婚什么都没有，我没嫌弃他，这些年来陪着他到处打工，吃苦受累，没有一句怨言，可他却越来越不拿我当一回事儿。我觉得我没有变，结婚不就是柴米油盐？现在我们上有老下有小，压力也很大，可他从来不理解我。他之前做生意失败赔了钱，我没有说过他一句不是，可他现在拿我当空气一样，我觉得我就像个不要钱的保姆。掌声有请这一对，有请。男嘉宾齐先生29岁，来自安徽，司机；女嘉宾张女士29岁，来自安徽，工人。来，有请，有请两位，有请。欢迎两位哈，据说是小学同学，对，初中还是吗？是的。高中还是吗？高中不是了。好，高中不是了，但是又是通过相亲认识的，这是咋回事啊？我们是一个村子的。哦，是提亲是吧？对对对。哦，现在结婚6年了。啊，结婚6年了，不挺好吗？几个娃了？2个，一男1女。哟，大的多大呀？大的5、6岁。二的呢？2、3岁了。啊，这都挺好的吗？反正就是结婚5、6年了嘛。然后他结婚的时候又没车又没房，然后什么都没有，我就嫁给了他。主要是就是看着他也蛮老实的嘛，因为毕竟也是小学同学，初中也是同学嘛，觉得他这个人蛮老实的啊。对，然后就是出去玩的时候嘛，然后遇到一个花店嘛，然后他就帮我买了一束花送给了我啊，然后我就觉得他有点小浪漫呢啊，那时候觉得也蛮好的。就挺喜欢他的，是这意思吧？对。结婚之后呢？结婚之后嘛，就1个月之后，我俩就一块去了宁波打工嘛。然后条件虽然很辛苦，但我觉得只要通过我们2个人的努力嘛，然后也可以过得很好的生活嘛。是不是当时还觉得挺幸福的？当时觉得蛮幸福的，就是他回来的时候还给我做饭，还给我洗衣服，什么都不用我弄。对，所以男人对一个女人的疼爱会让女人很有幸福感啊。虽然条件很苦，对吧？对。什么时候有的孩子呢？就我们结了婚
之后1年多左右嘛，然后我们就有了一个大宝嘛。还是带着大宝一起出去打工，还是就开始分开了？没有，那时候我就已经回来了。然后他就是等我生宝宝的时候，他就回来了6、7天。那时候公司里面比较忙那请假也不好请。所以你很难受是吧？他家不还有一个奶奶嘛，然后还有一个弟弟在那上学，然后我还要照顾大宝，然后还要照顾到家里，那时候我就觉得我蛮辛苦的，是不容易。有人帮你带宝宝吗？然后他爸妈那时候也就是出门打工了嘛，然后公公婆婆也不在，对，然后也没在，你还得管他弟弟，对，他弟弟回来的时候还要弄一下他弟弟然后我就觉得都没有一个知心的人跟我就是搭话嘛，然后帮我的一下忙嘛，就那样子，太累了哈。对，那个时候等于就长期的两地分居是吗？分居了1年多嘛。哇，就一个人把宝宝那么小一直带到1岁多。是。然后他又回来了。后来呢？然后就有了2宝嘛。其实那个时候也是我也不知道嘛，就是那个2宝就是无意间来到这里嘛。那我想想，毕竟是自己的小孩嘛。然后我就是说给他生下来嘛。那时候他觉得不要生2宝。他不想要2宝。对，他不想。你要带个小孩压力多大呀？你也没带，你自己在外面1年多全是老婆自己一个人撑起了一片天，还压力大。他不想要是吧？对，他不想要。你坚持的。毕竟是自己的宝宝嘛，自己身上掉下来的一块肉嘛。我觉得如果不要的话，然后我觉得这个做母亲肯定也有点失败嘛，对不对？就要了。然后就生下来嘛。生下来之后呢，还是两地分居？对，生下来之后。我跟他商量嘛，因为自己一个人在家里，又要带大宝又带小宝，然后就给他打电话商量嘛。我说要不你回来吧。回没回啊？回来了，这就对了。然后回来之后，我就说你上我爸那帮忙嘛，我爸也是做生意的嘛因为你也没找到什么工作嘛，好的工作对不对？我就说你上我爸那帮忙，钱虽然少了点，但你能跟我在一块儿，然后我觉得就蛮幸福的，对吧？然后谁知道他在我爸那干了2个月嘛，然后就跟同村的一个同学嘛，然后跟他一块儿搞了一个养鸡舍。挺好，养鸡。他一个人就出去在那里忙他自己的事情，然后也照顾不到家里。这是干啥呀？男人不要有自己的事业吗？得到这个岁数还是觉得男人事业很重要的。再大一大，你会觉得宝宝可能是最大的事业。反正就是他就忙机场了，是这意思吧？对，你就忙着生宝宝。对。那天天回家吗？还是就住在机场啊？反正也回来，但是回来的比较晚。他就忙他自己的事情。每天白天的时候，我还要看着大宝，还要照顾到小孩他的喂奶嘛什么的。那你那会儿大宝也就2岁多是吧？对，2岁多，还要我自己弄。然后小孩哭了呢，我还要哄一下，我就觉得心里特别难受。你那事业做得怎么样啊？那刚开始没有什么经验干赔了。赔了？白折腾了？你老婆怪你了吗？没怪。那还不赶紧回家带娃？我们生意做赔了，就去上海了。就去上海打拼了，把小孩放在家里了。因为那时候他心理上嘛有点情绪低落然后我就说，要不我们俩再出去再拼一下。因为趁现在年轻嘛还可以从头再来，对不对？然后就跟他商量，要不让你的父母回来照看一下小孩然后我们俩自己去一下上海再拼一下。那你舍得吗？就突然之间大宝2宝都让他们带？然后肯定不舍得呀，一个做母亲的，对不对？虽然舍不得，但是觉得也要为了宝宝拼一下，对不对？然后我们就是去年年初的时候。就去了上海了。对，然后就来到上海了。到了上海之后呢？到了上海，然后他给老板开车嘛，然后我在工厂里打工，然后就感觉他有点小钱了，对我的态度就完全的改变了，你知道吗？挣钱了，对老婆的态度改变了，都哪些改变呀？他就是回到家就是爱答不理的，就属于那样的。为啥对老婆爱答不理啊？上一天班了，回家也比较累，司机嘛，一天开车有的时候10几个小时，也挺累的就不想说话了，回家倒着床就睡觉了。他说他累，但他回到家的时候，他就一直在那玩着手机，然后也不跟我说话。我那是玩手机吗？那是同事和领导发的信息。你说我驾驶员，领导出去出差，我都要开车去接他。
不是你都下了班了还那个，你这说不通吧？我领导不就打一电话不就行了吗？我要回信息啊。他对我的态度就是完全的大转变，你知道吗？觉得我就像一个隐形人一样，就属于那样的。都隐形人了。对了。不说话。就不跟我说。也说。说的少。不做饭。你们领导有休息天吗？有。那休息天他表现的怎么样？休息天他在家，就我那时候还在上班嘛，他就是回来的时候就不做饭，然后还不洗衣服，全都是我来做，全都是我来洗的。啊，那这咋解释呢？以前不都干吗？其实上班比较累。不是他不也上班吗？你夫人也没闲着呀。就是上班有点累，不想回家都不想动了。但是我给他做饭有一次吧，我给他做饭之后，他就是觉得我就是耽误他的时间了嘛，然后他就对我大吼大叫的。啊？吃饭还耽误时间？耽误什么时间？不是，领导约好了在几点钟去接他啊？我提前都和他说好了，我说你赶快做，我马上就要走了啊。他在那磨磨唧唧的，我那顿饭都没吃，我都就出去了。那你自己做呀。哼，所以今天来是为什么呀？想来干嘛呀？现在就是想，之前我跟他在一块的时候，然后还给我做饭，又给我洗衣服，还承诺说会给我做一辈子的饭啊。然后现在我什么事都会做了啊。他现在呢，对我的态度就是180度的转变啊。然后我现在来就是觉得要不要跟他在一起啊？你要考虑这么大的一个人生问题啊？对，因为最起码你的态度要有吧。他的态度就对我特别的冷淡冷漠，就那种啊。你有什么话要说吗？还想不想过呀？当然想了，毕竟还有2个宝宝的嘛。啊，现在挣钱挣的比他多啊？比他多一点。多多少？3、4千吧。啊，3、4千就可以做大爷了。你像男人嘛，你是不是？人家老婆在家里做饭洗衣服，人家也没说啥呀。就你在这天里唠唠叨叨的。不是，你怎么知道人家老婆没说什么呢？你是从哪儿知道的呢？我特想知道。来吧，我们一起进入新阳美容 APP 丘比特问卷。1个月挣多少钱呀？也没多少。没多少钱啊。我也是人家老婆，我在家里就不做饭洗衣服啊，因为我也有自己的工作啊。你是不是也挣钱啊？我也挣钱呢。哎，你看他也挣钱呀，为啥他就得给你做饭洗衣服啊？凭啥呀？我又不是你雇的保姆，啥叫唠唠叨叨呀？那人家老婆当年1支玫瑰花就嫁给人家了，人家老婆自己独自一个人抚养2个孩子啊。不要跟人家比，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情况。你太太要照顾2个孩子，当她在思念自己的先生独自承担这一切的时候，你有心疼过她吗？所以其实她是不容易的。我自己一个人带1个宝宝我都觉得非常的累了，很艰难，更何况她带2个。我写下了几个词，在她的身上总结你们这6年的生活。首先，你们出去打工，艰苦，然后独自的抚养宝宝，承担。你做生意失败的时候，他没有对你进行指责，而且亏的那些钱里面也有他曾经一起出去打工赚回来的钱，对吧？宽容。你再一次选择重新出发的时候，在上海，他在你的身边陪伴。这些词语用在一个柔弱的女性身上，我挑不出任何的问题。他没有要求你大富大贵，他只是要求你给他多一点的呵护、疼爱，甚至是就是像从前一样给我一些温存就好了。所以我觉得，其实你们已经走过了人生的艰难岁月，未来的生活是向好的。无论是你们选择继续在大城市为了梦想打拼，还是当你们攒够了一些钱以后，回到那个温暖的家，
和老人、和孩子一起共享天伦之乐，这都是一个美好的结果。但是他今天之所以站在这儿，无非是因为你的表现指向了另外的2个结果。第一，结束这段婚姻，他刚刚很明确的表示了。第二，改变你现在的状态，踏踏实实的好好的对待那个曾经为你为家庭如此付出的媳妇儿。祝你们白头偕老，谢谢。你会想到说，为什么我老公变了？以前说要给我做饭做一辈子，现在变了。你知道为什么吗？我们不要想太悲观，原因其实特别的简单。人和人之间会有一个安全感的判断。最初你们谈恋爱，刚结婚，每个人心中的安全感没有那么足。时间一长，不用说你老公了啊，我都感觉到你是死心塌地跟他要过一辈子的。所以他特别舒服，他的安全感特别足，那么他本性的东西就毫不掩饰的就表现出来了。大爷状，回家懒，还对你发脾气，所以他特别安全特别舒适，就会有这样的表现。但我跟你们讲，这就像慢性毒药一样，很多婚姻就是这样一点点的在自己完全放松自己状态的所谓的安全感的驱动下走向了破裂。有时候我们说有些对婚姻情感的焦虑和压力真的是动力。所以先生你要注意哦，你要小心啊，你这个状态其实现在家庭已经亮起了黄灯，他已经开始承受不了了。你不能够完全因为知道这个女人踏实的爱着你，你就放纵自己的感受。其实婚姻就是这样，我们不断的在努力中前行，慢慢使我们可能本性中一些不利于婚姻发展的、不利于婚姻幸福的东西，慢慢的改变，一点一点的改变，真正变成一个勤快的、爱他的、愿意照顾他的人。这需要你的努力。但如果你不努力，黄灯接下来是什么灯？红灯，真的有可能会面对更大的问题。还有就是真的要多抽空去陪陪孩子，否则我们即便茫然的奋斗了一生，留给孩子、留给后代的又是什么呢？希望你们能够开心起来，找到爱这个家、爱孩子的正确的方式。谢谢。没结婚之前敢对他发这样的脾气吗？没有结婚之前，你们的家境是有差距的，你内心应该是有点自卑的。为什么现在就敢了呢？你可能会有一些诧异，你说当年这么老实一个男人，怎么现在会变得有点强势了？是吧？是的。我告诉你，有些人老实是因为条件还不够，现在有点钱了，就会有点不老实。他刚才口口声声跟你说的那些，别人家的媳妇儿不都这么干吗？其潜台词是很多的男性心中的潜台词，就是谁让你嫁给我了呢？你也生了2个孩子，你就是咱们家的人了，这辈子你就逃不掉了，你可老老实实给我待着，更何况我现在还比你多挣几千块钱呢，是吧？挣2个钱儿你还不得了了你。所以啊，我最大的建议就是回你们的老家去。你有2个孩子在老家，你有父母在老家，你离乡背井就是来吃苦让家人变好的，而不是说逃离自己的责任，让我在一个曾经为你付出、为你默默付出的一个女人面前天天充大爷的。你有很多责任你没负，你知道吗？什么时候等你把家里的老人孩子你都责任承担了，有能力了你再出来，你明白吗？别翘尾巴了，别惯着他了。我希望你所说的亮红灯是言出必行的，你再这样下去我真给你亮红灯了，知道吗？别惯着他，对不对？其实女生要有一个特别清晰的判断，她到底是因为她的眼界，她就是这么一个眼界了，她认识不到，还是说她真的已经变坏了。这个我觉得作为妻子的你心里面是有数的。
那你能不能忍受他的变坏？愿不愿意给他时间，让他重新变回来？你一定要想清楚这个问题，决定还真的挺难做的。你心里有点谱吧？生活里面有好多幻象，就很虚的东西。现在给领导开车是吧？对，未来企业不好了，你失业了咋整啊？咱能有个工作，咱好好珍惜；咱能有这么一个老婆，咱也好好珍惜。以后也别惯着了，大爷该干嘛干嘛，对吧？你也累，你也需要注意身体，因为你是俩孩他妈。来吧，一起进入那几天喝古方红糖，真情60秒。老婆，我以后会改的，以后会照顾家庭，照顾孩子，希望你给我一次机会。但你之前对我之前的态度有多好，现在呢，然后你对我的态度有多差，你自己，我想考虑考虑。厉害。我以后多照顾照顾，分担家务，还会给你做一辈子饭，希望你能相信我。那就是看你的表现了。我一定会改的。好，请亮灯啊，回去吧，谢谢两位啊。来，请关门。来吧，看这对夫妻自己的选择，请开门。就在一起，谁让我们相遇？以后的日子，我们一起相依。我会宠着你，我会纵容你，谁要欺负你，我坚信啊，就是现代的女性，一个妈能独立的把2个娃带的有点规模的女人，修理一个男人起来是绝对没有问题的。你就想你那个带2个娃最累的时候，你是怎么咬着牙给扛过来的？你都用在他身上，分分钟他就完。来，有请我们的小花童，有请。好，谢谢。哎，来，我们见证这对夫妻的浪漫时刻，各位请见证。老婆，我一定会好好爱你，和当初一样。在爱里等着你，被你疼惜就哎，有礼物，急的啊，好好的啊，做饭不？做饭啊，好，回去吧，做饭。好，谢谢两位，请回吧。好。